你知道现在的世界为什么这么混乱吗？知道啊，那你知道春秋战国为什么那么混乱吗？不知道啊，难道以前的混乱和现在的混乱原因一样吗？一样，因为人怎么了？人心混乱，所以世道混乱。人心为什么混乱？因为没有顺天意。顺天意？天意是什么玩意儿？我都不知道，你还让我顺天意？在伟大的21世纪，别开这种玩笑。你不是要知道混乱的原因吗？如果不知道天意，怎么可能知道混乱的原因呢？那你登过天吗？为什么这样问？如果你都没有登过天，怎么可能知道天意？知道天意不需要登天，只需要抬头。抬头？看什么？抬头看看天啊！当你看向天空，你的眼睛能触摸到天的边际吗？当然看不到。这就是天意，无边无际。无边无际？那我能知道个毛线啊！你要是说不出来，就别硬说。无边无际就是无私啊，无所不包，无所不容，包容天下的所有，这就是天意。无私？就这么简单？简单？你能做到？听起来很简单嘛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顺天意，只要做到无私就可以啦。只要做到无私，这天下就不会乱。对。可是为什么做不到无私，天下就会混乱呢？自私心一起，天下必乱。这个原因要从这个世界出现的第一个小偷说起。为什么是小偷呢？因为偷是自私心到极致后的躯体显化。只有自私到极致的人，才会只爱自己，不爱别人，才会不在乎损人，只在乎利己。试想一下，回到那个万万年前，当第一个小偷用自己的手伸向另一个人的财物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上也就同时出现了第一个被偷的人。从这一刻开始，偷窃的人获得了好处，无论是否获得惩罚，大家都会知道偷窃有好处。被偷的人失去了自己的财物，无论是否能够追回，大家都会知道被偷的坏处。于是从这一刻开始，只要偷窃的好处存在，一部分人心就会不断向好处攀爬，侵害别人的行为就无法停止。被偷的人有了被伤害的体验，一部分人心就无法回到对别人完全相信的心态里。一边是贪婪心的增长，一边是防备心的增长，世界的安宁就会如此撕裂。更糟糕的是，如果被偷的人对小偷使用了暴力惩罚，那么大家就会知道暴力的好处，一部分人心就会向暴力的好处攀爬，暴力心就会增长，戾气就会开始蔓延，那么世界的安宁就会被彻底打破。如此，当人与人之间没有了安宁，世道不就开始混乱了吗？没想到世道开始混乱，只需要启动一颗小小的自私心。这只是混乱的开始，更混乱的是，当自私心攀爬增长，人们就会逐渐分不清何为公何为私，也就无法分清是非好坏对错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不信，你来回答下这几个问题。现在有个人想吃桃子，于是偷了邻居的桃子，他是为公还是为私呢？当然是为私啦。现在有个人为了自己的国家偷了邻国的核心技术，他是为公还是为私？
当然是魏公啦。一个是偷邻居桃子，一个是偷邻国技术，同样是偷，却有了魏公和魏私的区别吗？如果他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做的，那就是魏私；但如果他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而做，难道不是魏公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自己国家的利益是公益，别人国家的利益就不是公益？如果你认为为自己的国家去偷别人国家是魏公，那么别人为自己的国家偷你的国家，又是不是魏公呢？那我们继续回到你的国家里来。如果你的国家为了一部分国民的利益，去损害另一部分国民的利益，它是魏公还是魏私呢？那就要看国家是为了大部分国民的利益，还是为了小部分国民的利益吧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大部分国民的利益就是国家公益，小部分国民的利益就不是国家公益了？人数多，应该就算公益吧。只是因为一时人数的多少，就能判断是公益还是私欲吗？那你来说说上面这些例子，哪些是公，哪些是私呢？那些分明都是私欲，哪里来的公？一个人为自己是为私，一个人为自己的国家是为私，一个国家为大部分的国民是为私，一个国家为小部分的国民也是为私，区别只是一个人的私欲还是一个国的私欲，大部分国民的私欲还是小部分国民的私欲，哪有半点魏公可言？可是如果连为了大部分人都不算魏公的话，那什么才是魏公呢？为所有人才是魏公，无论民族，无论种族，无论性别，无论国别，否则的话，公益为什么不改名叫做大众利益？天下为公，为什么不改名叫天下为大众呢？确实。所以你看，当你以为的公，只是你自以为是的公，你还有可能做到真的公平公正吗？当你无法真的做到公平公正，你判断出来的是非好坏对错，又有多少是真的是，真的好，真的对呢？这不是这个世界的现实吗？又不是只有我这样，这个世界里所有的人都只能站在自己的立场去评判，没有人可以100%的公平公正啊。你说的对，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现实。失去了公平公正的立场，人们就会在自己是对是错之间模糊，人们就会在他人是好是坏之间游移。我已经记不得有多少次，那些告诫孩子不要小偷小摸的人，一转脸却对窃夺钱权的上位者谄媚崇拜；那些为杀人犯被斩首而高呼法律公正的人，一转脸却在为自己的国家烧杀抢掠别的国家而欢呼雀跃。当人们失去了评判是非好坏对错的准绳，那么这种以恶小而不为，以恶大而为的混乱就会在这个世界一遍遍上演，恶也就必然一代代延续。在一个充满恶的世界里，人们又哪里来的安宁？最多不过是表面的平静，暂时的不混乱而已。难怪自私心一起，天下必乱，连人都分不清是非对错，那么团体、党派、国家这些人的集合体也会面临一样的问题。当利益夹杂着胜负欲，天下为公也就更容易变成口号，自以为打着正义正确的旗帜来行事，世界也就会更加混乱了。不错，正所谓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。当人们
连天意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也就无法顺天意，无法顺天行事，就会离无私越来越远。这样自私的人，自私的世界，只能离灭亡越来越近，又怎么可能不混乱呢？那是不是只要人们回归无私，做回顺天意的人，这个世界的混乱就会结束呢？是的，但前提是所有人都能做到，否则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一个自私者，这个世界的混乱就不可能彻底消失，这个世界的结局就不可能彻底改变。那这就很难办了。你要知道，我们的世界目前还是一个被自私主导的世界哦。无私的人即便在这样的世界出现，最后也只能部分或者全部的被同化，否则他们就只会被自私的人利用和伤害，连存活的机会都渺茫，就更别提要坚持到最后那个无私的世界了。的确如此。那有没有一个可行但是折中的方法，可以让我们在这个自私的世界里，每天离无私更近一点，又能不被自私的人伤害呢？可以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，但不抬高别人的同时，也不要抬高自己。也可以像爱别人一样的爱自己，但不贬低别人的同时，也不要贬低自己。这样是不是更容易点？这是可行点，但万一控制不住自私的心，心态就会崩掉。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，让我们先离自私远一点呢？那就做到自己不爱的不非议不攻击，别人爱的不非议不攻击，至少先迈出这一步吧。那万一的万一，如果这两个方法都失败了，还有其他的方法吗？没有了，做不到也没办法。这个世界的混乱和污浊，本来就是好人难做的原因，做不到也就只能最后的最后，跟这个世界一起沦陷。如果不想沦落到这个结局，只能尽力做，不管最后能改变多少，只要能改变，哪怕一点点，都可以动摇因果。只要能撼动你的因果，那么即使这个世界的最后是沉沦灭尽，你也可以偏离这个灭尽的方向，抓住最后的生机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只要顺天意，我就可以改变命运？